他真的是岁月仙境吗？我只是一个塔。大爷，你知道我身体里另外一种血脉吗？不知道。真的？这血脉比较特殊，想要彻底觉醒，比封魔血脉难度还高。威力呢？也很强。我明白了。你若是能够觉醒的血脉，会非常恐怖的。也看机缘是吧？是。若是3种血脉一起觉醒爆发呢？那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降服他们了。懂了。叶公子，你在做什么？难道自己猜错了吗？这妹子难道真的只是岁月仙境，而不是在扮猪吃老虎吗？叶南晴看着满脸疑惑的叶欢，嘴角不觉间泛起一抹笑容。这个男人在开始怀疑他了。如何？情况极为不妙。什么意思？那白袍女子让我带句话给你，你敢出手，她就杀了你了。操！竟敢威胁我，老子宁死不屈！她是认真的。小辈间的争斗，我确实不好插手。你觉得这小貂毛能够与那女人能成？不知道，这个女人不简单呐，我也不好干预太多，只能给他们彼此创造一个机会。若是能成，自然是极好；若是不能成，对这个小家伙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。反正先种下一份善因，至于最终结什么果，就看他们自己了。你就不怕结恶果？不会。为何？嘿，结恶果得有恶念。这小家伙虽然有些好色，但是却没有什么恶念。既无恶念，又怎会结恶果啊？那位白袍女子为何不直接对他出手呢？因为他知道，他即使出手，也杀不了这个小家伙，除非他玩同归于尽，而且他也没有必要出手，因为100年后宇宙劫终将爆发，对他来说只是多等一段时间而已。真正等不了的是那些寿命快要耗尽的岁月逆行者，他们等不了100年时间。而这一次他威胁我，也是表明了一个态度，那就是他是支持那些岁月逆行者的。而他的目的也很简单，这小家伙只要敢叫人，那就自破道心，那时真神就再也等不到一位无敌的人。他才是真正处于不败之地的人。现在情况很糟糕，据我探查到的消息，他们之所以没有现在动手，2个原因。第一个是因为你在这里，他们不敢真正动手，但现在你无法再出手。第二个是他们在等人。在等谁啊？第一族。操！你快去真宇宙与观玄宇宙一趟，让他们来救援。很强。看到我这抖的腿了吗？快去叫他们来支援，一定要来最强的。他们这次是玩真的呀。前辈，我们是不是该走了？你与那位南青姑娘成亲了？是的。还得等等，叶军还没有搞定永业帝国内部的所有势力，要开启永业大阵，必须得所有界一起配合。这永业界到底是一个什么存在呀？当年建造的一座特殊大阵，其功能就是可以压制那些岁月逆行者的修为，削弱他们的实力。这座大阵当年是我帮着一起建造的，若是给我们时间，倒是也能够建一座，但如今我们没有那个时间了。岁月逆行者现在可有什么动静吗？情况不太好。不会是那白袍女子要亲自出手吧？她若是亲自出手倒还好，因为如此你便可以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叫人了。前辈，有没有确定有多少岁月逆行者要来？目前不知道，等叶军摆平这永业帝国内部势力后，我就让他们启动这永业大阵，然后带着那支永业军团离去。毕竟战场不能在这里，不然对永业帝国太伤了。可以。我们还有多少时间？就看那第一族什么时候到了。第一族？我已经让人去通知真宇宙的慈柔等人，让他们立即派强者赶来这边。前辈说说这第一族。这个第一族来自500多亿年前，当年这个种族是那个时代的第一强族，无敌到寂寞的那种。而后他们族长为了超越大道，得到了永生，做了一件灭绝人性的事。
他带着族中好几位顶级强者，开始疯狂吞噬族人的血脉以及修为，以求打破自身那最后一道桎梏。成功了？失败了。虽然失败，但是他们7人却得到了全族的力量，实力修为得到了巨大的提升。而如今算来，他们的寿命应该也要耗尽。前辈，你是永生吗？呵呵，你猜？即使不是永生，你应该也还有不少寿命吧？我要离开一段时间，差不多3、5天时间。这段时间你要小心些。前辈，你这是要去何处啊？召集旧部，跟他们干了。你记住你答应过我的，建立新秩序。如果你敢忽悠我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前辈放心，我杨家人从不忽。说到这里，见到大道比主人脸若寒霜，目光不善，他连忙停了下来。哎呀，这该死的家族信誉，完全是负的呀！我还是相信你的。你与你爹还有你爷爷不同，你不偏激，也不花里胡哨，心善仁义。我相信，你若真的掌权，定会建立一个全新的秩序。感谢前辈信任。 3天，我不在的这3天，你要千万小心。我明白。叶公子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你说。你都不问是什么忙吗？啊，什么忙？你这人有时候聪慧无双，有时候却又傻傻的，就是不知道你是故意的还是……南青姑娘，从我认识你时，我就已经对你说过我的目的。我对姑娘一直都是坦诚相待，从未隐瞒过什么。而南秦姑娘方才这番话，显然是认为我在伪装什么。南秦姑娘，恕我直言，我如今虽然身陷险境，但也不会去做那等欺心之事，更不会对南秦姑娘使什么手段。之所以答应帮你忙，也是因为这联姻之事对姑娘有些亏欠，因此才答应的那般爽快的。只是未曾想到，南青姑娘却认为我别有心机。罢了，多说也无意义。有时候人就不能太好啊，你太好，对方反而觉得理所应当，并且认为你在图谋什么。善良与仁慈都应该要有点锋芒的。我又没有说你什么。我听前辈说你们过几日便要走。是的。为何那般急呀？不能让战场在永业帝国。叶军沉默。确实，若是在永业帝国开战，那对永业帝国会造成毁灭性的破坏。要知道，那帮家伙可都是远古老怪物，个个都有毁天灭地的恐怖实力。若是真的在永业帝国开战，足以毁掉整个永业帝国。前辈，永业帝国内部基本已经没有问题。那便好。南青姑娘有事吗？叶公子，我想让你帮个忙。没空。之前的事情是我错了。南青姑娘还有别的事情吗？希望你帮个忙。我已经道歉了。我听到了。我有什么好处？没有好处，我可不做。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……南青姑娘既然不说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这个小气的男人。怎么又来了？这女人是要做什么呀？跟我去一个地方。叶关正要说话，叶南晴却是直接右手一挥，下一刻他和叶关直接消失在原地。二人再次出现时，已经来到岁月长河内。叶关看向身旁的女子，眼中满是震惊之色。方才那一瞬间，他竟然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。我操，这女人在扮猪吃老虎。小塔借我用一下。莫要生气了，我之前那句话是无心之言，没有别的什么意思。叶关看了一眼叶南晴，然后掌心摊开，小塔缓缓飘到叶南晴面前。看着叶关给小塔，叶南晴心中顿时有些复杂。这家伙真的不知道此塔有多珍贵吗？他最初时都动过想抢走的念头，但一想到这家伙没有任何犹豫就借给他，那念头便是淡去了。叶南晴收回思绪，他并指一点在小塔之上，小塔微微一颤，一道道神秘的力量自小塔内涌出，
最终汇入岁月长河之中。南青姑娘，这塔内的大道真的能够镇压这大道，不仅能够镇压，还能够吞噬。这塔内的大道真的能够镇压这大道，不仅能够镇压，还能够吞噬。说是与此塔融合，就等于身具一种全新的大道，一旦彻底掌控，就等于是直接达到掌道。最重要的是，可以提前让我恢复实力。若是以此道为基础，说不定能让我直接跳出大道。这对你有帮助？那你可以用来修炼。真的？真的。如果我修炼，那这塔的时间逆转功能可能就会消失。如此，你也愿意吗？塔爷会不会有事？不会。那你修炼吧。时间逆转功能很珍贵，但对他来说也还好，毕竟姑姑还在，老爹也还在，爷爷也在，珍姐也在。下次遇到他们，让他们重新弄一下就可以了。你真的同意？你修炼吧。你知道这有多珍贵吗？知道。那你还给我？南青姑娘，你那么啰嗦做什么呀？要修炼就赶紧修炼。你就像地主家的傻儿子。叶关满脸问号，这好像是在骂自己。你这塔很珍贵，莫要轻易展露给外人。你不修炼了吗？不了。为什么？不想占你便宜。南青姑娘不是一般人吧？叶南青正要说话，就在这时，远处岁月长河突然沸腾起来，紧接着一股恐怖的强大威压席卷而来。若是你一直在永业帝国，我暂时还真拿你没什么办法，但未曾想到你竟然会主动进入岁月长河，倒也好，省了许多事。单挑？好啊，我们一群单挑你一个。我带你来这里，自然就会带你回去。倒是有些走眼了。这个女人的实力这么恐怖的吗？南青姑娘，未曾想到你这么强啊！之前还有说帮你变强，现在讲来有些羞愧啊。没有与你说我的实力，是因为你没有问我。你倒是会说话啊！这么一说，反倒是我的问题了。那些岁月逆行者的实力都不简单，你一个人无法对付。大道比主人已经去找元首了。大道比主人，听到这个名字，叶南晴黛眉蹙了起来。你与大道比主人有恩怨？叶南晴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。大道比主人让我和永业帝国联姻，其真正目的并不是永业帝国，而是你。他是想让我和你绑在一起。我操，这个屌毛也太会算计了吧。他并不知道我记忆已经恢复了7788，不然他不敢这么做的。不过其心也该诛，若是我记忆没有恢复，与你……他是想趁着你记忆没有恢复，想让我与你生米煮成熟饭，对吗？我确实不知他的目的，若是知道会如何？若是知道，自然不会如此。不过他终究是因为我才会如此算计，说来都是我的问题。这宇宙节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，你与那位真神行为无疑是逆天而行，因为据我所知，宇宙节爆发势不可挡。你们……我知道，我需要点时间。时间？若是宇宙节现在爆发，全宇宙的生灵都将被毁灭，那时恶道与那些拥护他的岁月逆行者就将成为这片宇宙唯一的生灵。以你们的实力，你们若是不阻止也能存活。南青姑娘，你的意思我自然明白，只是我与珍姐若是不阻止，真宇宙和官选宇宙的芸芸众生都会灭亡。老实说，我虽然不是什么圣人，但我是官选宇宙的王，我有责任守护我的人。若是舍弃，你的实力会变得更强，因为能够感觉到你身上有太多牵绊，这些牵绊对你的剑道不利。修神性？修神性太孤独了，所以我还是喜欢人性多一些。那些岁月逆行者不会罢休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南青姑娘，
你方才说你记忆，你是转世重生之人。那你前世是？叶南晴看了一眼叶关，没有回答叶关这个问题。你知道那些岁月逆行者为何要置你于死地吗？因为他们寿命将尽，真神秩序帮助善道压制芸芸众生，除非超脱大道，否则谁的寿命都会有一个终点，然后尘归尘，土归土。他们之所以会落得如此地步，就是因为实力不够。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？不是死亡，而是你知道你自己的死期。若是如寻常人也罢，不知道自己何时会死，某一天突然死去倒还没什么，但你明明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。试问世间又有几人能够真正看透生死？而且他们还不是真正的绝望，他们还能够看到希望。但是现在真神的秩序直接封死了他们的希望，你说他们会如何？肯定是恨不得食你们肉啃你们骨的。南晴，你能帮我吗？我现在处境确实不太好，若是你方便的话，可以帮我一把吗？我有什么好处？南晴姑娘，你愿意相助？我有什么好处？你笑个什么？叶关没有说话，他知道眼见女子说那句话是为了报复他之前。见到叶关神情，叶南晴微微摇头，这个男人是看出了他的意图。南晴姑娘，你知道过去宗吗？知道一些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宗门呢？很强。我听大道比主人说过，过去宗那位宗主曾经屠过一个时代，是真的吗？我听大道比主人说过，过去宗那位宗主曾经屠过一个时代，是真的吗？是。你认识他们？认识，还有点熟。有点熟？能说上话吗？能啊。怎么，你想与他谈？是的。他不会与你聊的。实力问题吗？除了实力问题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需要的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，而你与大道比主人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有秩序的世界。你们之间的这个矛盾是无解的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抵御岁月逆行者，提升实力。你与大道比主人对那些岁月逆行者的实力可能大大低估了。此话怎讲？叶南晴正要说话，就在此时他似是感应到什么，黛眉突然深蹙起来。这是第一灵。岁月逆行者真的来了，这一次来的应该就是大道比主人都有些忌惮的那第一族。是你？第一族就来了你一个？不够吗？试试。据我所知，你从不掺和这些事情，这次为何要选择相助这叶关呢？我喜欢，行不行啊？我实力没有完全恢复，只能帮你拖住他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了。谢谢。保重。你当真要趟这浑水？是。为什么？我与他成亲了。啊？怎么可能？你乃天家！叶南晴却是不再与其废话了，他突然朝前踏出一步，这一步踏出，一道白光直接将他和第一灵笼罩住，转瞬间二人进入一个特殊的神秘时空之中。有没有人出来单挑单挑啊？叶公子，你若是想等真宇宙与观玄宇宙的强者来救援，那你可能要失望了，因为我们的人已经去拦他们了。那又有何惧？杀！姑姑，多谢公姑出手相救。感觉如何？感觉有些虚弱，但总体无大碍。那便好。姑姑，我们现在在何处啊？不知道啊。我们走吗？走不了了。什么意思？外面岁月时空都是他们的人，他们已经将这个世界包围了。我们一起杀出去。我倒是没有问题，你不太行。
等援兵没有了，真宇宙和官玄宇宙都被他们的人给拦住了。有，我还有非常牛逼的亲戚？还有人。不得不说，叶关真的有些好奇了。对于上一代与上上一代的那些亲戚，他确实是比较陌生的，因此他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亲戚。很显然还有不少啊，他们为何不直接杀进来呀？他们也在等援兵。你便是那善道秩序者的拥护者？前辈认识我？前不久有人来找过我，希望我去击败你。哦，不过我没答应。为什么呀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岁月逆行者击败你，无非是为永生，他们何错之有？芸芸众生有何过错？哈哈哈哈哈！大道大义，可以。那我再问，若是你身边这位姑娘寿命将近，请问你依旧会用秩序来约束她吗？哈哈哈！犹豫了。如今这些追求长生的修行者与你无关，你自然不会心生怜惜。但若至亲寿命将近，你还会这般坚守吗？前辈，我在我家族之中是最弱的。你莫要逃避我的问题。我会打破秩序，让他获得永生寿命。或许前辈要嘲讽我是一个双标的人，但这无所谓。对我来说，我是想建立一种全新的秩序，维护宇宙与众生，但是我绝不会为此牺牲自己的亲人。你倒是让我有些意外。若无我几位姑姑相助，我叶关算得了什么呢？若无我亲亲姑姑在这里，你会把我当回事吗？你寿命还有多少？不到100年。想来你也不甘心就这么消散，你有没有兴趣与我结个善缘？与你结个善缘？我与那人有过约定，定要重塑这世间规则，即便只剩100年光阴，当然我也只有100年时间。这样如何？你帮我，若是未来我建立秩序，我可以给你一份机缘。你确定？我不确定能不能给你机缘，不过到时候我可以跟他谈。叶少，老朽刚才说话的声音大了一些，您莫要见怪。前辈，我事先与你说好，此时在这天启界外有无数岁月气息临近，老实说我并无万全之策，因此你现在可要想清楚。待会儿若是生出变故，我愿尽绵薄之力。好。看什么？姑姑生得真好看。与你素群姑姑相比，谁更好看？不回答，我就揍你了。啊，青青姑姑和素群姑姑都是人间绝色，颜值方面我是真分不出来。姑姑来日可问问我爹，他博学多才，或许能分出来。你爹肯定会选他。为何？因为在你爹心里，他是最重要的。你先走。他们要开始了。待会儿我会劈开岁月时空长河。你先走。不，你在这里何用？只会拖累我。赶紧走！你若不走，我便再也不管你。姑姑，我实力确实是太弱，但是我自信现在能够帮到姑姑。今日我们姑侄就与他们战上一战，若战赢，自然极好；若战死，那我叶关也无怨无悔。所以，姑姑，你莫要为此事生气了，好不好？现在走，还来得及。我愿与姑姑并肩作战，至死方休。好一个至死方休！如你所言，今日我们就杀个至死方休！
前线，陪我疯一次！滚！进塔疗伤。走，过去看看。尘封的文明。又来打扰本帝君，好强的法则之力！放肆！等等，本座的威压之下，你体内竟能激荡出如此霸道的血脉之力。这股气息不对，你这眉眼，这轮廓，你认识我？你叫叶关？你爷爷是不是那个穿青衫、脾气臭却实力通天的家伙？前辈，你怎么认识我？这青衫男子的孙子，我尼玛，他真的来了！叶公子你好，我叫南主，外人称我南主帝君。我跟你爷爷那是过命的好朋友，未曾想前辈与我爷爷竟是好友，那么前辈也算是自己人了。是自己人，除了你爷爷，还有一位穿红色长袍的剑修，也是我的好朋友。前辈，实不相瞒，我二人是逃到此地的。有人在追杀你，外面有几个岁月逆行者正在追杀我。竟然敢追杀我故人之孙，简直是大胆！你在此等着，我去将他们几个的人头取来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确定真的只有几个人吗？前辈，他们来了多少人？几百人！你跟我说只有几个人？前辈，实不相瞒，追杀我的是过去宗，其宗主是超越了大道、言出法随的恐怖存在。但我身后不仅有2位绝世剑修，还有真神，以及大道比主人。两边都是大佬，就看前辈如何站队。前辈，助我创立大道秩序。若是建成，我能有什么好处？大道不灭，前辈不死。成交，要我怎么做？现在硬刚毫无胜算，先撤。开阵！这是通往3冥界的传送阵，离此地有数亿里距离，可暂时避敌。前辈，多谢了。他们要重活一世。你来此不会是专程来挑拨离间的吧？他若是失败，这宇宙便会重启，而你身为他的长辈，似乎并不打算出手救他。你为何不相信他最终能够走到巅峰？他走的是善道禁锢众生，而我们选择的是恶道毁灭众生。毁灭芸芸众生，这太不人道。青山剑主以杀成魔，素群天命挥手灭众生破道。
他们什么时候讲过人道？这世道谁不自私？遂逆者已集结，最多半个时辰，他必死。青丘姐姐，小关他真的顶得住吗？别担心，有人一直在暗中为他布局。如果我们不想玩，什么恶道善道都没得玩。他们现在能蹦跶，仅仅是因为我们想让他们陪小关玩玩而已。前辈，这里是你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吗？曾经这里无比繁华，后来因为恶道和宇宙劫，一切都消失了。后来发生了什么？直到大道比主人与真神出现，宇宙劫才平息。但对我们来说，却多了一道枷锁。不管是善道还是恶道，对我们来说，其实都不友好。你若是建立秩序，要如何对待我们这些破坏宇宙平衡的人？跟我者可获无限寿命，但是得遵守我建立的秩序。前辈，这世道没有秩序也不行，实力越强的人，对众生就越是漠视。我跟着你。姑姑，我除了你跟青丘姑姑，是不是还有别的厉害姑姑啊？有啊，好多呢。真的？他们在哪儿？是不是也像你这么强？梦里。姑姑，咱们商量个事，求你做个人行不？赞同。少主，我也觉得他挺不像人的。为什么我的长辈们没一个是正经的，全是坑孙子的老狐狸？姑姑，这地方荒芜的让人心慌。有人说我连夜神的孙子都打不过，今日倒要看看你凭什么。夜神之孙不过如此。我叶家的人，也是你能评价的。这种气场，你是那个禁忌的存在。前辈守在此地寿命将尽，何不换条出路？只要助我建立秩序，我承诺日后让大道比主人为你续命。我确实不想就此终结，既然你有这志向，老骨头陪你走一段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请前辈入塔。你想收服更多的岁月逆行者？是的，过去宗利用寿命来招揽岁月逆行者，我也可以，因为我的实力还不够强，现在只能依靠爷爷和大道比主人，还有甄姐的名气了。终有一天，我可以靠着自己的实力，让他们心甘情愿臣服。诸多事情皆因身份，让我注定承担责任，被动继承，被动保护。逆流岁月，让我豁然开朗。修道若不无敌，终究是一场空。岁月逆行者虽强，却被大道压制，看着寿命流逝，无能为力。弱，便只能活得无奈。我见过无数的妖孽，包括杨家2代剑主，可论天赋，皆不及眼前的你。我哪有那么厉害？还不是多亏了姑姑一直提点我，带着我，不然我哪能有今日的境地？少贫嘴，天赋好不算什么，心性不沉，再高的天赋也走不远。姑姑说的对，我一定记在心里，沉下心修炼，绝不辜负姑姑的提点。我们走吧。姑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往下看。这海底深处竟然有一座海底皇宫。这是一处被尘封的远古文明遗迹。姑姑，有生命的气息吗？有，但很隐晦。下去看看。姑姑，
这2尊雕像好生威严。等一下，别大意。活的？气息很隐晦。姑姑那里有一口铜棺，走过去看看，小心些。好强大的气息！这股气息是封印铜棺的，防止外人靠近。等你们很久了。你是棺里的人，怎知我们会来？我不仅知道你们会来，还知道只有你们能帮我。你是谁？为何被封印在此？我名静雪，你们过来便知缘由。姑娘，我胸前有块玉佩，看到了吗？帮我取下来，可好？这块玉在镇压你。我帮你取下来，你出来后会不会打我？不会。啊，终于自由了呢。你长得真好看。都不在了呢。姑娘，你……我叫静雪，他们都叫我静公主，你可以叫我静静。静静姑娘，我叫叶关，你叫叶关，我一直在等你呢。他竟然认识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的挺好看呢。你是不是想睡他？这姑姑怎么老说这种虎狼之词？你还真想睡他。静雪姑娘，你为何会认识我？因为我师父让我在这儿等你。你师父是谁？大道比主人，真的是大道比主人。这老家伙竟然从无数年前就开始算计我了。姑姑，你知道大道比主人当年算计我吗？大道比主人这个人我自然知道，目前也就那几件能够镇压他。没想到他竟然在许多万年前就预料到了你的存在，是我低估他了。难怪当年那个人要镇压他，估计也是对他的一种惩罚。你生气了吗？我是恶道之体，我们那个时代没有任何人能够解除我这个体质，于是我师父将我封印在这里，让我一直等你。他还对你说什么了？他让我帮助你，他说你靠山多，身后有很多很多大佬，师父之作都会有更愿的一个带心，跟着你我就不怕恶道之狱了。你的条件是？跟着你帮我躲避恶道之狱。何为恶道之狱？就是被恶道下了一种极其可怕的诅咒。好端端的，为何会被下诅咒？我从出生起就是恶道之体，至于为何会这样，我也不知道。我问过师父，师父说是因为我前世干了太多坏事，这一世才这么倒霉。前世干了太多坏事？师父是这么说的，但我也搞不清楚。我看看你的体质，是不是真的是恶道之体？如何？我感受不到。感受不到你摸那么久？姑姑，你来。姑姑，你干嘛？他
塔爷可以给我作证。姑姑，你干嘛？塔爷可以给我作证。哦，是吗？塔爷，你快说话呀！帮我证明，我倒了8辈子血霉才跟着你，每次闯祸都拉上我，你再这样，我真要造反了！姑姑，我不服！单挑啊！你来打我呀！姑姑，我们讲道理行不行？你讲你的，我打我的。你打我总得有个理由吧？我打你，还需要理由？为什么占人家姑娘便宜？我没有，我是感受她的体质。感受体质要摸手，你怎么不摸别处？学什么不好，偏学你爹那些花里胡哨的。要不是看在你爹面子上，我才懒得管你。坏了坏了，要出事！多谢姑姑一路相护，接下来的路不劳您费心了。之前都是姑姑带我逆流，从没觉得这么可怕。如今自己面对，才知道这长河有多恐怖。此真说的对，不能再叫人了。老爹可以心安理得叫姑姑帮忙，我不行。他们帮我，不过是看在老爹的面子上。我年少成名，身边全是厉害的亲戚，我以为自己清醒，其实一直在自欺欺人。这一刻，我拿掉所有底气，我只是夜观，一个平凡的人。别人屋檐再好，不如自己有伞。真姐，你放心，我夜观哪怕形神俱灭，也不再叫任何人，大不了形神俱灭。你终于走到了这一步，不靠任何人，很好。凡人本源，给我开！凡人本源，这才是我自己的路。这小子，青青姑娘，刚才我收到消息，古族族长已经亲自来杀他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亲口说的，不要我献柱。没有人不希望被帮助，尤其是此刻的他，正被所有岁月逆行者针对，孤立无援。我为何要来？起初是为了哥哥，可那句若不是你哥哥，让他再也没把我当亲人。他要的是尊重，不是施舍。要不是看在你爹面子上，我才懒得管你。多谢姑姑一路相护，接下来的路不劳您费心了。从前的亲近再也回不去了。大爷，我多久才能无敌？我等不起了。我知道你委屈，也知道你要强。你青青姑姑性子直，说话没分寸，她对你的帮助从来不是施舍。太爷，我不是矫情，我只是懂了，别人屋檐再好，不如自己有伞。哎，急不得，无敌从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得一步步沉淀，稳扎稳打。我知道，可我不能等，我必须变强，靠自己。
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力量融合还没有达到极致。还没有达到极致？不急，等度过这关，我们再慢慢来。谁急了？我是说，融合极致，你的实力能再升一大截。只要我们彻底融合，就能帮你更快变强，应对古族的追杀。我知道，但此刻大敌当前，我不能分心，不能耽误你。我不是负担，我陪你一起，无论多难。等我回来。太爷，你知道古族吗？知道。古族是上古彝族之一，传承久远，底蕴深厚。他们的血脉源自上古，但因岁月侵蚀，族中血脉日渐稀薄，杂气丛生。历代族长都在寻求净化血脉之法，而你体内的凡人血脉纯净无垢，乃上古本源之一。所以，他已经在路上了。是。古族族长，出来一战！叶关，此间岁月便是你的埋骨之地。那就试试。你在此处等死，跑不掉，不如拔剑。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。斩天拔剑术！古镇，你古神一族，是想灭族吗？叶青青，你护不住他，保不保得住，是你说了算。青青姑姑，快走！你留下来断后吗？你留在这里帮不到我什么，是不是不想欠我什么？想想官玄宇宙，想想你的那些亲朋好友，我不就是说错了一句话吗？你至于记恨到现在？我没有记恨你。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不信。青青姑姑，你出现时，我自然是无比高兴的，而且我觉得你也是将我当作是亲人的，因此我喜欢你，敬你，尊重你。可是你那天那句话让我明白，你从来没有将我当作是亲人，你来帮我只是因为我老爹而对我的施舍。我没说过这种话。你那天说了。我什么时候说过？小塔，你来说，我他妈说过那种话吗？我操！你们姑侄闹别扭，难道要我塔爷来把我塔爷来扛？我哪敢说话？生气时大家说两句气话，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大不了等这事结了，我让你爹给你道个歉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让我爹道歉？青青姑姑，这诸天万界怕是只有你敢说这话了。青青姑姑，我们一起联手杀出去。大不了等这事结了，我让你爹给你道个歉。让我爹道歉？青青姑姑，这诸天万界怕是只有你敢说这话了。你们姑侄交代完遗疗了吗？叶青青，
今日这岁月长河，便是你们两人的丧身之地。时光穿不断路，站在从前，得不得变迁不是遥远，再有一万年，真心也不变。爱上烈火般，青青姑姑，我们一起联手杀出去！想杀出去没那么简单。古族锁了万里长河，连一粒时空尘埃都飞不出去。姑姑，既然这里被封死了，官玄宇宙有人来救援吗？自然有的。谁？二丫与小白。完了，那两个火祖宗，受死吧！回头看，不曾走远，一往此生不换，要分散不习惯，怎么算都太难。分开之后更勇敢。愿这爱世代相传，喝不完忘情，却不让你入眼。带他进塔，我来断后。为什么还回来？为什么救我？不生我气了。如果你不是我爹的妹妹，我才懒得管你。你给我等着，等我恢复。结界的人出现了。姑姑，你在这里疗伤，我出去见见。小心。无边前辈，很意外。是。当日在蓝星时，大道比主人去找过我。当时大道比主人确实说过要去寻一个人，没想到找的就是无边主。前辈之前不是不愿在……一开始确实是这样，不过后来我幡然醒悟，大丈夫之志，应当是宇宙星辰大道。拉倒吧，是不是他给你什么好处了？果然，大道比主人肯定给这货什么好处了。好处自然有，不过我更多还是为了信仰。喂，你这什么表情？我跟你爹一样，从不说假话。现在局势严峻，真宇宙和官玄宇宙的强者都被挡住了，谁也指望不上。我听姑姑说，小白与二丫已经突围出来救援了。他们更指望不上，他们别捣乱就是最大的帮助了。对于小白与二丫，我是真的没底。这两个家伙心大得很，根本意识不到事情的严重性，大概觉得我怎么折腾都死不死吧。也不知道这两个家伙现在浪到哪儿去了，还记不记得我？咦，二丫姐姐，快停下！我闻到了超级香的宝贝味道！宝贝，宝贝，快到碗里来！嘿嘿，到手了！这葫芦长得真好看，肯定值不少钱。走，咱们撤。
咱们好像还要去救孙子吧？可是宝贝就在那里呀，就差一点点距离了。孙子应该没事的吧？孙子那么抗揍，大概可能没事的吧。咱们动作快点就行。那行，投币做决定。若是正面，我们就去救孙子；若是反面，我们就先去取宝物。好哦，听老天的意。怎么是正面呀？孙子运气怎么这么好？要不再投一次，3局2胜。刚才是试手，不算数，3局2胜才公平。想到之前姑姑以命相救，真是有些后怕。我若不折返回来，她怕是就要交代在那儿了。如何？你这自然神术很不错，恢复得极快。那就好。来的人是无边主。是的。大道比主人有什么打算？无边主说我们要去个特殊地方。姑姑放心，我让无边主带着小塔赶路。我们现在很安全，你安心恢复伤势即可。对了，姑姑，你帮我看看我的身体。从激活凡人血脉后，我身上的纹路越来越诡异，不知是好是坏。你要兽性大发吗？啊！我是你姑姑，来的人是无边主。姑姑放心，我让无边主带着小塔赶路。我们现在很安全，你安心恢复伤势即可。姑姑，与你商量一个事。什么？下次别再以命相救我了。你若是出事，我老爹肯定不会放过我。所以，你是怕你爹责罚你，才不想我出事？我自己自然也不希望你出事的。一开始来助你，是因为你爹，不过后来就不是了。不管如何，有什么事情，我们一起面对，即使死也没什么的。若是你因救我而死，我自己也不会活得心安的。姑姑，你知道这凡人之躯吗？知道一些。说说。只有凡人血脉，才有凡人之躯，而至今为止，只有一个人有凡人之躯。素群姑姑。是的。这凡人之躯有什么特殊之处？不知道。这体质只有那个女人有，除了她外，我没见过别人有。而对她来说，体质什么的都是浮云，因此谁也不知道这个体质到底有什么用。你着急什么？你才刚激活凡人血脉，这凡人之躯还没有完全塑造成功，再等等不就好了？这凡人之躯只有素群一有，那肯定是非常逆天的。等凡人之躯大成时，便是我大杀四方之日。看把你兴奋的，不就是凡人之躯吗？刁某，我们到了。姑姑，我先出去了。这是不知道。大道比主人现在在何处？被人拦住了。过去宗宗主。大道比主人怕是要倒霉了。他不能明着帮你，因此只能帮你谋划。好。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，他只让我带着你来这里，一起进去看看。你自己进去。一起下去看看。你自己进去。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做，你自己保重。什么鬼？这海底深渊怕是有危险啊！现在进去，怕是不妥。还是无法探查。算了，我还是等青青姑姑恢复伤势再说。姑姑可是发现了什么？有危险的气息。大道比主人应该不会坑我，去看看。好。
大道比主人让你来的？是的。需要我帮你做什么？护我平安100年。这么简单？前辈，我有些敌人，他们实力都不如小觑。怎么，大道比主人让你来时，没与你说我是谁？没有。我乃玄龟祖兽。我操！前辈就是传说中的玄龟祖兽。你认识？不认识。也不用护你100年，你告诉我你的敌人是谁，我直接帮你解决他们。前辈，他们在追杀我，用不了多久时间，应该就会来到这里。那正好。前辈，放眼这茫茫岁月长河，应该没有什么强者是你对手吧？虽不敢说全无敌，但也确实没有什么对手。大道比主人就让我来做这么简单的事情，这有点不符合他的风格。前辈是欠了大道比主人人情，当年与他打赌输了，于是欠了他一个人情。他说日后让我帮他做一件事。原来如此。你身边这女娃感觉挺强的。这是我姑姑。大道比主人呢？他在忙，忙完就过来。走！这么多人追杀你！玄龟祖兽，你与这夜观是？你们为何追杀这家伙？他是善道拥护者。可否给我一个面子？玄龟祖兽，你知道我们背后是谁吗？怎么？你是在威胁我吗？玄龟祖兽，我与你无冤无仇，没那么闲来威胁你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们背后是未来宗，还有未来宗宗主。前辈，过去宗宗主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大道比主人跟他五五开。你确定？大道比主人不仅已经长道，还破道，他的实力是无敌的。真的？叶关，你说话不要昧着良心啊！我见他们打过，真的五五开。我可以以我爹的名义发誓。以爹的名义发誓？你这么拿你爹发誓，你爹知道吗？不怕被你爹打吗？前辈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抱歉，我无能为力。姑姑，我们杀出去。好。我说过，他不敢动手。我说过，他不敢动手。他不敢动手，无非2点缘由：一是畏惧你的实力，二是没有足够让他动心的利益驱动。愚蠢之辈，只看得见眼前的蝇头小利，却从不思量长远未来，终究难成大器。你与我们不同，你一向主张遵循大道本源，你这般护着夜观，可是看到了未来的最终结果。未来的结果对你而言真的重要吗？不在乎，只是略有好奇罢了。既然好奇，何不亲自出手窥探一番未来？你是不是找打？该你落子了。这方世界终究需要一套完整的秩序来维系，否则终将走向覆灭。没有秩序反倒更好，自在随心。若是这浩瀚宇宙最后只剩下寥寥几位顶级强者，没了形形色色的文明，没了万千生灵的烟火气，你不觉得太过无趣了吗？安静一些，挺好。善道不善，留之何用？善道不善，留之何用？世间万物，没有谁能永远不犯错，大道之理亦是如此。那就让他下辈子注意点，别再犯下这般大错。我知道你还有后手，尽管使出来，
我接着便是。那玄鬼祖兽该如何处置？当年他作恶多端，我饶他一命，替他挡下因果再果，换他欠我一份人情。如今他不愿偿还这份人情，那这恶果我自然也没有必要再替他阻挡。一切因果自有轮回。叶关他们现在正被众人围殴，处境岌岌可危。姑娘，还请务必再帮这个忙，就当是为了他。为了他，还是为了你那自以为是的大局？他若不在，你我皆是这残局上的孤旗。这最后一份因果，我替他接了。你先走，我拦住他们。不行！去关玄城，你娘说那里可以为你争取1个月的时间。要走一起走！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要意气用事吗？不行！你不走，我怎么展露真正的实力？天天装弱，憋屈死了！哼哼，找死！都给我上！先杀这女剑术！你一直在隐藏实力，这怎么可能？不然呢？天天装弱，憋屈死了。好强的剑意，竟不在我之下。跟我走，你娘让我来接你。我娘？是的。我娘现在在哪儿？她被过去宗宗主盯着，不方便出面。走，我带你们去关玄城，那里有你娘留下的后手。好。姑姑，你之前一直没出全力？不然呢？天天装弱，憋屈死了。少主，阁主说关玄城可保您1个月安全。那位神秘前辈呢？那位神秘前辈将您送达后，便守在城外万里虚空，无人敢进。帮我发一道悬赏令。什么悬赏令？凡是愿意来关玄城助我者，只要达到帝君境，可获得1道祖元。少主，我们没有祖元。接账，以大道比主人的名义发。大道比主人有祖元，这是他该考虑的事情。派人到处去传，就说大道比主人与过去宗宗主5-5开，打得不分上下。这是为何？不这样说，他们不敢与过去宗为敌。传令出去，就说我叶关有3种特殊血脉，有血脉需求的强者可赶来关玄城，大家交流血脉，一起提升，免费。收了我的血，却不帮我打架，这说得过去吗？最后一点，派人宣传，不与我叶关为敌的帝君级强者，100年后我与大道比主人建立秩序，一律免费赠送3道祖元。你倒会做人情。另外，普通岁月逆行者可获得1缕祖元，前提是成为关玄宇宙的供奉，切记说是大道比主人所言。属下这就去办。这样真的可行吗？可行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人性。这些岁月逆行者并非真心想与我们为敌，一来是信仰不同，他们信奉恶道，我们信奉善道；二来是他们寿命将近，迫切渴求祖元。你倒好，把所有难题都推给了他。我们赢了，掌控大道，祖元就不重要了；我们输了，他们也找不到死人要祖元。你真是把你爹和你娘的全都继承了。姑姑，我们的对手太过强大，不能与所有岁月逆行者为敌，必须拉拢分化他们，让更多人站到我们这边来。我得提醒你，那个白衣神秘女子很不简单。我知道，她不出手，我就只是叶关；她敢亲自出手，我便是靠山皇。放心。真到那时候，我与你并肩作战。
大不了大家一起掀桌子，谁也别想活。他就算一个人无敌又如何？我有6个人，优势在我这边。